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之道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蔡志玲。前几天我接到一通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电话，电话那头是我认识超过20年的老朋友阿志，他在一家大型银行里干了快半辈子，算得上是真正的资深专家了。他的声音我很少听到那么紧张。他跟我说，老伙计，我有些话必须得跟你，还有跟咱们这些差不多年纪，快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老朋友们讲一讲，关系到咱们后半辈子钱袋子该怎么放的问题。这些话很重要，你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，一定别忘了提醒大家关注咱们的健康之道频道，后面还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分享。他告诉我，从2026年，也就是明年开始，很多我们这代人觉得最保险、最稳妥的存钱法子，可能都不再像我们想的那样安全了。这话刚一听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？咱们这代人，谁不是觉得银行就是最靠得住的地方？定期存款、活期存款，这些名字听着就安心，是我们最熟悉也最信赖的理财方式了。可是，当阿志仔仔细地给我分析了几个明摆着的趋势，还有他亲眼所见的真实案例之后，我才慢慢回过味来，一场静悄悄的财务危机，可能真的离我们不远了。这场危机最吓人的地方，不是它锣鼓喧天的来，而是它像影子一样，悄没声息的就贴近了你。等你哪一天突然反应过来，我这钱怎么好像不经花了？那时候你就会发现，你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，它的购买力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啃掉了一大块。咱们这代人什么风浪没见过，从什么都凭票供应，到市场里什么都能买到，从出门必须带现金，到现在手机一刷就搞定，从非得跑银行柜台，到现在躺在床上就能转账，每一次大变样都有人跟上了，过得挺好，但也总有人慢了一步，被甩在了后头。这金融环境就跟四季轮转一样，有它自己的规律，但它可不会提前给你发个短信，通知你明天降温，记得加1。如果我们到了今天，还在用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脑筋去管我们现在的财富，那就像是大冬天里还穿着短袖衬衫，看着好像没事，但寒气钻进骨头里，迟早要出大问题的。首先，我要跟你聊聊这个长期定期存款。很多人一听就觉得这能有啥风险？本金白纸黑字写着，利息明明白白算着，到期连本带利一分不少，这不是最稳当的吗？我先给你讲个真事。台北有位老先生，2018年的时候，把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200万块钱，一口气全存了个5年期的定期，那时候年利率还不错，有 2.8%。老爷子心里算盘打得噼啪响，5年之后能稳稳拿到28万利息，加起来就是228万，美滋滋的。结果呢，到了2023年，存款到期了，钱是拿到了，可老先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他发现一个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的事实，账面上确实多了28万，可这笔钱的净额却小了很多。2018年200万在台北能买辆挺不错的小轿车，可能还能剩下点钱，可到了2023年，他手里的228万，想买辆同档次的车都紧紧巴巴了。这就是通货膨胀，像个看不见的小偷，表面上你的钱数字变大了，实际上你的财富缩水了。老先生后来苦笑着跟人说，钱是一分没少，可他能换来的东西却打了个折扣。根据主计处公布的统计数据，过去5年，咱们这边的平均通胀率大概在 2.5% 左右，而眼下银行1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呢，大概只有 1.2% 上下。这中间一对比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把钱老老实实存在银行，表面上每年拿点利息，像是在赚钱，可实际上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，你是在默默的亏钱。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，从2024年开始，很多全球的经济学家都形成一个看法，就是这种温和的通胀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。它不是那种让人恐慌的恶性通胀，但就像用温水煮青蛙，温度一点一点升高，持续的不声不响地侵蚀着你存款的购买力。阿志跟我透露，他们内部参考的一些报告也指出，未来几年通胀的压力主要会来自几个方面，比如国际能源价格起伏，本地人工成本慢慢增加，还有从外边传递进来的通胀压力。这些因素叠在一起，意味着进入2026年之后，
如果你还把大笔钱长期锁死在定期存款里，它可能不仅没法帮你保值，反而会变成一种让你的财富慢慢消瘦的慢性药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就不存定期了？当然不是，答案在于改变策略，别那么实心眼。一个比较聪明的法子叫做阶梯式定存法。比如说，你现在手头有100万块钱，别一股脑全存成5年期的，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份，比如30万存个1年期，30万存个2年期，剩下的40万存个3年期。这么做好处起码有3个。头一个，如果过了1-2年，银行存款利率往上调了，你每年都有一笔到期的钱可以拿出来重新存，就能赶上更高的利率。第二个，万一家里突然有点急事，急着用钱，你也不必因为要动用一部分钱，就把所有的定期都提前解约，损失掉全部的高息，只需要动用最先到期的那一笔就行。第三个，从心理上说，这样你也更从容，不会觉得一笔钱要被锁死好几年，心里发慌。咱们得记住，定期存款的本质是一个管理手上现金的工具，它不是一种必须死守的信仰，根据情况适度调整，灵活一点，才能真正让它为你服务。接下来咱们说说活期存款。很多人觉得活期最安全，随时能取，多方便啊！但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，这种太方便的特性，有时候反而成了最大的风险口子。台中有位林阿姨，她就是把150万块钱都放在活期账户里，觉得这样用起来方便，也是为了应急。结果有一天，她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自称是银行客服，说他的账户发现了异常交易，可能是被盗了，需要他立即配合验证身份，不然账户会被冻结。可怕的是，对方能准确报出林阿姨的全名、电话号码，甚至连她前几天在哪儿刷了一笔小钱都说得出来。这一下，林阿姨的警惕心就松了，按照电话里的指示，下载了一个所谓的安全验证软件，然后输入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和密码。不到半个钟头，她账户里的150万就被分批转走了，追都追不回来。这笔钱是她攒着要给孙子上大学用的学费啊，老人家当时的心情，咱们可想而知。根据警政部门的统计，在2023年的各类金融诈骗案里，60岁以上的受害人比例高达 35%， 平均每个人被骗走的金额超过80万元。而且现在骗子的手段越来越高科技，用上了 AI， 连模仿亲人朋友的声音都能以假乱真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随着数字银行服务全面普及，到2026年左右，传统的存折可能会越来越少见，大部分操作都得在手机上、电脑上完成。这对年轻人是便利，可对咱们这些可能不太熟悉复杂手机操作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这里面藏着的风险可就放大了。那怎么保护自己呢？我建议大家学学资金分仓管理的法子。第一，咱们就把活期账户当成一个短期的现金水池，里面只放1到2个月的生活费就足够了。比如说，你1个月开销大概3万块，那活期里放个6万块，绰绰有余。第二，专门去开一个冷账户，这个账户不开通任何网上银行、手机银行的功能，就只用存折和 ATM 机操作，把平时不常用的大额资金存在这里，真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再去柜台或者 ATM 机上把钱转到你常用的那个活期主账户里。第三，把你常用账户的所有安全设置都打开，什么转账限额、短信验证码、指纹识别、人脸识别，能开的全给它开了。设定任何转账操作都必须经过2道以上的关卡确认。第四，在家里定个防诈骗标准流程，凡是接到自称是银行、警察局、检察院打来的电话，不管对方说什么，一律先客气的挂掉，然后你自己拿出银行卡背面或者官方 APP 上查到的客服电话，主动打过去问清楚。你千万要记住一个铁律，真正的银行工作人员绝对不会在电话里要求你告诉他密码，或者指挥你进行转账操作。有人可能觉得搞这么多层设置太麻烦了，但请你想想，花上半天功夫把这些安全网织好，总比万一出了事，往后半年1年都得跑警察局、法院、银行去追讨被骗的血汗钱要轻松得多，也安心得多。第三个风险，咱们看看外币定存，这里头藏着汇率陷阱。这2年美元挺强势，汇率一路上涨，街头巷尾好多人在议论要不要换点美元。
不少人看着汇率从30涨到32，心里痒痒，觉得这机会可不能错过，于是就把手里的台币换成美元去做定期存款，看中的是美元定存利率比台币高不少。高雄的陈先生就这么做了。去年他在美元对台币汇率大概32块的时候，把100万台币全都换成了美元，还做了个1年期定存，利率有 4.5%， 当时算下来确实比存台币划算。可今年风云突变，美元开始走弱，汇率跌回了30附近。陈先生自己一算账，光是汇率上的损失就亏了6万多台币，这钱还得锁定1年才能动。他后来无奈地说，利息是赚了点，可汇率上亏得更多，里外里一算还是亏了。这个故事正好说明外币投资最核心的问题，那上下波动的汇率风险，很多时候比你看得见的利率收益要大得多。美元前2年为什么那么强？主要是因为美联储在拼命加息，可是加息这个周期总会有到头的时候，不可能永远加下去。一旦美国经济撑不住，开始进入降息周期，美元汇率就很可能失去支撑。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分析报告就预测，美联储很可能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考虑降息，到了2026年，美元贬值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。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点附近才跟着热度把大笔资金换成美元，那就很可能成了接盘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汇率这东西不单单是经济问题，它还跟国际政治、贸易政策，甚至地区冲突紧密相关。这些复杂的因素，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很难把握清楚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必要持有一点外币，我建议采用分散策略，别把所有的宝都压在美元一种货币上，可以考虑美元、欧元、日元等主要货币都配置一点，同时也别把所有外币都拿去做成不能动的定存，留一部分在活期里，这样万一汇率出现对你有利的波动，你还能灵活的操作一下。第4个风险藏在那些看起来很好的储蓄型保单里。咱们去银行，理财专员常常特别热情地推荐各种储蓄型或者投资型的保险，话说的可好听了，收益比定存高，还附带人身保障，听起来真是两全其美。桃园的张太太退休时领了一笔300万的退休金，原本打算老老实实存定期，结果被理财专员说得动了心，买了一份投资连结型的保单，对方承诺长期年化收益能有 6%， 还有身故保障，但合约一签就是10年，中间不能随便解约。结果买了才2年，股市一波调整，张太太一看保单的账户价值已经跌到了260万，她心里发慌，想退出，却被告知如果提前解约，要扣除高额的初始费用、手续费用等等，最后实际能拿回来的钱可能只有240万左右。这就是这类产品常见的问题，表面上给你画了个高收益的饼，背后其实是你需要承担的市场风险。说是有保障，但其实前期扣费比例很高，你每投入100块钱，可能只有85块甚至更少真正进入投资账户，剩下的都被各种名目的费用扣走了。根据监管机构的统计，市面上这类投资型保单平均每年的保单费用率可能就在 2.5% 到 3.5%， 再加上投资标的本身的管理费，总成本可能超过 4%。 这意味着就算他投资的部分一年赚了 6%， 扣掉这些成本，你实际拿到手的可能也就 2% 左右，跟普通定存差不多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产品的合同复杂极了，动辄几十页，条款写得密密麻麻，别说咱们普通老百姓，就是非保险专业的金融从业者也得花大力气才能完全看懂。如果你确实想兼顾保障和资金增值，我建议你采用分开处理的策略。你想要保障，就去买纯粹的消费型的定期寿险或者医疗保险，用较低的保费获得高的保障额度。另一方面，你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，比如简单的基金定投或者国债，去处理投资增值的需求，这样两边清清楚楚，保障归保障，投资归投资，既踏实，风险也可控。一定要记住一句老话，凡是你看不懂的金融产品，哪怕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，也坚决不要买。你的钱，你必须自己能搞明白它去了哪里，是怎么运作的。第5个风险是很多人都忽略的资金过度集中的问题。很多人习惯把所有的存款、理财都放在同一家银行，觉得熟了，办事方便，也放心。
但这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，在新的金融环境下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系统性风险。头一个是存款保险额度的限制。根据规定，在同一家银行，同一个存款人，存款保险最高的保障额度是300万元。如果你在一家银行存了500万，万一这家银行真出了极端的问题，保险最多赔你300万，剩下的200万就要等漫长的清算程序，什么时候能拿回来，能拿回来多少都是未知数。第二个是系统性的风险，就算银行本身稳健经营，也可能因为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故障，一次严重的网络黑客攻击，或者突然接到监管部门的调查指令，导致你的账户被临时冻结。嘉义有位退休的老王就遇到过，银行进行系统升级时出了错，他的账户被误锁了整整3天，偏偏那几天家里有人生病，急需一笔钱，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就是取不出来。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分散，把你的资金分别存放在2到3家你信得过的不同体系的银行里，确保每家银行里的本金和利息加起来都不超过存款保险的300万保障上限。这样既能享受到存款保险的全额保护，也能有效避免因为某一家银行出问题而导致的全军覆没。现在开个户多方便啊，多准备2-3个账户一点也不麻烦，但这一个小小的习惯，关键时刻可能就是你的安全阀。咱们心里得明白，真正的安全不是银行单方面给你的承诺，而是靠你自己通过合理的安排创造出来的。面对这些正在逼近的风险，咱们不能干着急，得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。我给你梳理了5道防线，咱们一道一道把它筑起来。第一道防线就是前面说的阶梯式定存，打破对超长期定存的依赖，让资金在时间上流动起来，既能应对通胀，也能捕捉利率上升的机会。第二道防线是资金分仓管理，把活期账户里的钱控制在必要的生活备用金范围，大额资金则放进安全设置更严格的冷账户里，给数字时代的资产上好锁。第三道防线是多元化货币配置，如果确实想持有外币来分散风险，那就别只盯着美元，几种主要货币都适当配置一点，并且别全部锁死，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来应对汇率波动。第四道防线是坚持简单透明的投资策略，远离那些结构复杂、费用高昂、自己根本看不懂的金融产品，保障和投资分开来做，图个心里踏实。第5道防线就是分散银行风险，不把财富寄托于单一机构，利用好存款保险制度，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。阿志在电话里最后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一段话，我印象特别深。他说：老伙计，未来的理财啊，到了咱们这个阶段，拼的不是谁更会赚钱，赚得猛，而是看谁更会守财，守得稳。钱放对了地方，你前半辈子的辛苦就算成功了一大半，可要是放错了地方，很可能10年的积蓄缩水就缩水了。2026年就在眼前了，金融环境的这些变化，其实现在已经能看到一些苗头。咱们真的不能再抱着过去的老经验、老想法去应对未来的新挑战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就抽个时间，静下心来，好好看一看自己家里的财务结构，看看钱都是怎么放的，对照这5道防线，查漏补缺，建立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防护体系，这才是给你自己，也是给家人最好的保障和礼物。年纪越大，咱们越得学会跟着时代往前走。这不是说要你去学年轻人搞什么高风险投资，而是要在变化的世界里保持头脑的清醒，在坚持稳健的前提下，懂得灵活调整。毕竟咱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攒下的这些钱，它不是用来在市场上搏杀赌博的，它是咱们安享晚年、维持生活尊严的底气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。咱们提早看一步，早一点准备，灵活一点应对，才能在风浪来临的时候，稳稳地守住咱们的财富，守住咱们从容的生活，也守住咱们对未来晚年生活的美好盼头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能给屏幕前的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有用，欢迎点赞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。也别忘了订阅咱们的健康之道频道，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乎财富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实用知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
咱们下期再见。